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啦。今天的视频和往期有一些不一样，今天给大家测试的并不是卡池里的角色，而是人人都能获得的童鞋爷。提前声明，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有可能和正式服正式上线的数据有所出入，到时候大家还是以正式服的数据为准。先给大家以最快最简洁的方式过一下童鞋主角的技能。普攻平平无奇的虚数伤害没啥好说的，战技对指定目标造成1段虚数属性伤害，再额外随机造成4段虚数属性伤害也没啥好说的。大招为我方全体附上3个回合的伴舞状态，在伴舞状态下，我方目标的击破特攻提高 30%， 并且会进入一个超击破的模式，而这个超击破模式就是童鞋主角的核心机制。这个超击破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应该怎么玩？我等下会给大家非常细致的讲清楚的。至于它的一些其他的额外能力，无非就是提升自身的击破特攻啊，提升全队的击破特攻啊，包括提升击破伤害呀，然后提升削刃值，还有提升弱点击破后的敌方目标行动延后啊什么的啊，这些呢我们就一笔带过就可以了。直接说结论，试玩下来，童鞋主角的强度是让我感到惊喜的。目前感觉实用性是要远大于另外2个命图的主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童鞋主角引出的全新机制超击破是非常利好平民的，是平民可以追其氪老练度的一条捷径，可以类比为原神里的种门。当然，考虑到屏幕前的你就算已经玩了1年的新铁了，你还是搞不懂这个击破是什么意思。毕竟击破体系的存在感之前确实太低了，所以在讲超击破之前，我先带大家复习一下老击破体系。看在我那么贴心的份上，可不可以给一个免费的赞呢？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是新铁高手，也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哦。击破指的是在对面的敌人韧性条在被清空的一瞬间受到的一次来自伤害来源的伤害。实战中，这一个伤害会受到击破瞬间我方角色的击破特攻的影响，而不会受到我方角色的攻击力、暴击、暴伤等数值的影响。放3段对比录屏，大家就明白了。现在我的艾斯达的攻击力是加了1394，击破特攻是 155.8。 我们来看一下打出来的击破伤害是多少，是60777。接下来我把艾斯达的攻击力给它降下去，只加了990，但是击破特攻还是 155.8。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击破瞬间伤害会不会变。很明显，击破瞬间伤害还是60777。由此可得，击破瞬间伤害和角色的攻击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和暴击暴伤也没有关系，我就直接给大家剧透了。而现在这一段对比录屏，攻击力和第一段对比录屏是一样的，但是击破特攻提高了50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伤害有什么变化。击破伤害从原来的60777变成了72252，击破伤害提升了很多。那么我们要怎么提高这个击破瞬间伤害呢？根据测试，这个击破瞬间伤害是不会吃任何增伤类的拐的。就比方说，我现在用压，把艾斯达给它拐一下，但是艾斯达的击破特攻它依然是 155.8， 那这个击破伤害会变成什么样呢？还是60777，并没有任何变化。虽然这个击破瞬间伤害不吃我方的增伤拐，但是它却吃敌方的减抗拐。现在我的艾斯达的属性击破特攻依然是 155.8， 但是我却给对面的可可利亚上了银狼的 E 技能还有大招，把减抗全部上给可可利亚，看一下这个击破瞬间伤害会变成多少呢？直奔10万多的击破伤害。总而言之，老击破机制最重要的4点我都罗列在屏幕上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截一个图慢慢消化。接下来进入本期视频的重点，新机制超击破的解读。打出超击破伤害的前提条件有2个，第一个，对面的怪物已经处于击破状态；
第二个，我方的同血主角要处于3个回合的大招持续时间以内，这样的话，对面所有的被击破的怪物头上就会出现一个帽子图标，代表它能被打出超击破伤害。在怪物的击破状态恢复之前，我们所有角色攻击它都能造成超击破伤害。同血主角超击破伤害直接10万，软梅 A 一下超击破伤害1万。加拉赫再 A 一下，超击破伤害2万3，直接把可可利亚第1条命带走。那么这个超击破伤害会受到哪些属性数值的影响呢？首先和老击破一样，它并不会受到攻击力和双爆的影响，它会受到击破特攻高低的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会受到角色削刃数值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拿艾斯达举例。虽然艾斯达本身伤害不怎么样，但他的 E 技能的连段数非常多，所以他的 E 技能能一次性削掉非常多的刃。而超击破伤害除了吃角色的击破特攻以外，吃的就是角色的这个削刃数值量。这也就代表了艾斯达可以打出非常高的超击破伤害，看见没有？直接5万5的超击破伤害。以下这一段文字就是超击破这一个新机制的一个浅显易懂的总结，大家可以暂停着截个图，好好消化一下。那么超击破队伍除了同血主角以外，另外的队友应该怎么搭配呢？最佳选择就是软梅，软梅真是太好用了，不仅可以提升全队的削刃速率，还可以让对面的被击破状态得以延长。我就这么直说了，有软梅和没有软梅，你的超击破队伍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软梅的话，其实我不建议你玩超击破队伍。第二个就是加拉赫，加拉赫首先奶的一批的同时，他自己就是一个击破特攻奶。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它的输出有多么的高的啊。那最后一个输出位应该选哪个角色呢？很简单，对面的怪物有什么弱点，你就上什么弱点的输出啊。同时我个人比较推荐那种段数比较多的输出，比方说警员，段数多，削刃的数值就比较多，你的超击破伤害就会高，还有艾斯达什么的，还有米莎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用的啊。总结下来就是，只要有0+0的软梅，超击破队伍的强度就在线，这就是我说它为什么利好平民的原因之一。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所有队友除了鞋子固定选择速度鞋以外，其他地方的主属性你完全不用管它，你只要选副属性击破特攻高的就完事了。比方说我同血主这边带了个防御力球，为什么呢？因为防御力球是我所有球中击破特攻最高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软梅，我软梅球带的是物理伤害提高，为什么呢？因为缠他着11%的击破特攻。总而言之，这一个队伍你就使劲的给全队堆击破特攻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进入实战环节，我现在同血主角是灵魂的，软梅也是灵魂的，艾斯达都是灵魂的啊。当然加拉赫是6魂的，毕竟加拉赫没有2魂实在是太难用了啊。已经是一个非常平民的配对了，看一看如此平民的配对能打出什么样的结果吧。打深渊12层的可可利亚，我给大家完全不剪辑做一个全程解说。来，软梅先开大，大家仔细观察对面的韧性条在被击破之前，我的这个队伍整体伤害有多刮痧。加拉赫抓他一局，3200的伤害，记住这个3200的伤害啊。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加拉赫会变成怎样的一拳超人。等主角的大招开出来，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残忍啊！来 ，OK， 主角大招开出来了，进入超击破模式，然后加拉赫开大，15万，然后超击破12万，你先别急，我软梅一个平 A 2万8的伤害，我艾斯达一个 E 技能6万1的伤害，我加拉赫再一个小青角3万的伤害。同血主又打出的12万的伤害，太爽了！软梅又可以延长对面的这个击破时间，让我们可以多多的打出这个超击破伤害啊！来，主角再一个 E 技能，直接14万伤害，
我刚刚一直在吹主角的大招啊，其实他的 E 技能的伤害段数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个队伍里面，主角除了提供超击破的状态以外，他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输出，更不要说我现在才是一个灵魂主。如果我的主角星魂上去之后 ，E 技能的段数再提升一下，他这个输出只会变得更高。所以队伍里的艾斯达其实是可以换一个虚无角色，进一步提升主角的输出的啊，这个大家自行取舍就好。说着说着，对面可可利亚的韧性条已经快被我们破完了啊！等破完了，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软梅这边回个点先吧，平 A 一下，来艾斯达破掉它。击破伤害11万啊，舒服不舒服？主角一个一技能，主角一个一技能才打了4万6，应该是随了很多到恐龙身上，但是没有关系，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男权妈妈啊！来，一拳6万4，再来一拳9万5，喜欢吗？啊，然后软梅延长一下击破状态，艾斯达6万6的伤害。全队加一个速，我们尽量就不要让可可利亚再行动了啊！主角延长一下这个超击破的状态，加拉赫3万2，艾斯达能不能把可可利亚收走啊？加油啊！6万8没收走啊，有点麻烦，但是不急，恐龙也被我们击破了，我们主角一下子又打了14万伤害，最后艾斯达7万伤害，收尾带走。光锥和仪器怎么带呢？光锥最适合的肯定是软梅的这个光锥，镜中故我了。但是呢，我实战下来，记忆中的模样也是非常好用的。仪器肯定是带新的这个钟表匠4件套，内圈的话带盗贼公国。至于主属性方面，只要鞋子带速度，其他的黄堆速度和击破特攻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星魂的提升。1星魂首次释放战绩后立刻回复1点战绩点，很容易懂。2星魂战斗开始时开拓者的能量恢复效率提高 25%， 持续3个回合。本来我不点2星魂，我都是全程无缝衔接循环的，点了2星魂更是无缝衔接了。3星魂不用多说，4星魂开拓者在场时，自身以外的队友击破特攻提高等同于开拓者 15% 的击破特攻。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就算不管主属性也要优先考虑把副属性的击破特攻叠到最高了吧。4星魂是全队都能吃收益的。5星魂也不用多说，6星魂战绩的额外伤害次数增加2次。那考虑到屏幕前的所有人呢，最后同写主角都是能给他点到6星魂的。我接下来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个6星魂同写主角的实战。视频里主角艾斯达还有加拉赫都是6星魂的，不过软梅是0星魂的，这个大家放心。视频的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本期视频我一直在夸同写主角的强度，但是同写主角的配对，你要说它能达到 T0， 那还是非常够呛的。它只是可以让平民玩家能够比较接近大佬而已。在同写主角的辅助下，加拉赫一个大招13万，又一个普攻又是13万，一段出来26万伤害就上去了。但是26万伤害比起真正的那些限定 C 呢，其实还是差着一点意思的。但是对于一个平民4星奶妈来说，我认为这个伤害已经很足了，你说对吗？而且虽然只看一个角色的伤害可能不怎么样，但是队伍里面加拉赫、艾斯达还有主角都是在输出的所以我认为这一个队伍的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我个人还是很强推给屏幕前的你的。不过这个队伍硬要说它的缺点的话，还有一个，那就是你要看对面怪物的弱点上最后一个输出位的队友，他在配对方面不像之前的那些大 C 角色那么自由啊，就不管深渊12层的怪物是什么弱点属性，你都无脑上一个队伍就力大双飞就把深渊12层带走了。同写主角带领的超击破队伍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你还是要考虑对面怪物的弱点的。以上就是我能鸡蛋里挑骨头挑出的所有缺陷了。说着说着，对面可可利亚的盾已经要被我们击破了，来15万伤害，再来，哎呀，
恐龙的盾还没击破呀，快点把恐龙的盾击破，我们一波把2个怪都给带走吧。好的，艾斯达打可可利亚，8万伤害，哎，延长一下击破，哎，12万，好的，现在我要开始表演了啊！艾斯达2个人一起打8万伤害，再把全队拉上来，加拉赫大招要开出来了，让你见识什么叫做一拳超人。一下12万，再来一下9万，哎，可可利亚没有带走啊，没关系，深渊 buff 会把他带走的啊。好的，最后打了一个2T 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结果满意不满意呢？视频的最后再说一点，那就是艾斯达的位置，其实后面如果出了什么击破大 C 的话，这个队伍只会更加的完善的啊，大家也可以保持期待。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886。